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伊恩。今天要介绍的内容让我想到以前工作的辛酸事。以前为了抓取各种网站的资料，真是费尽心思，每一个网站都要写一支专用的程式。最惨的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对方的网站只是做了一个小更改，昨天写好的程式就又坏掉了。真的是快疯掉了。不过 Firecrawl 的出现简直就是救星。今天我们会先聊聊 Firecrawl 为什么这么厉害，然后再教大家怎样把它整合到 AI 工具里，让 AI 直接帮我们抓取资料。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带你操作，怎样申请 API Key。如果你觉得免费额度不够的话，免担心，我也准备了自驾 Firecrawl 的伺服器的环境给你直接使用。准备好了吗？那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要介绍的是 Firecrawl。在讲这个工具之前，我又想到当年爬网站的那些辛酸事。以前，如果你想要抓取某个网站的资料，那可是一场噩梦，因为每一个网站的 HTML 结构都不一样，有的用 table 排版，有的用 div，还有一些用条状的结构。根本乱七八糟。你辛辛苦苦写好一个程式，结果网站一改版，程式就全部挂掉了。然后你又要重新分析新的 HTML，重新写一遍。如果你要抓100个网站，又要写100种不同的程式，简直要疯掉。更惨的是，现在网站越来越多用 JavaScript 的动态载入的内容，你用传统的方法根本抓不到，只能看到一片空白的 HTML 标签，然后你还要去研究什么模拟器操作，光是环境设定就要搞半天，而且每一个网站的广告选单、侧边栏都混在一起。你要写一堆正则表达式或 CSS 的选择去筛选，才能够抓到你真正要的内容。一不小心，连广告文字也都抓进去了，资料就全毁了。那个年代的工程师真是又累又烦，人生超级灰暗。Mandible 团队在2024年开发出了 Firecrawl，这是一个专门为 AI 设计的网页爬虫工具，终于解救了我们。Firecrawl 的核心概念很简单，让 AI 能够轻松读取网络上的资讯，它会自动清理网页，除去广告选单以及其他不重要的元素。然后智慧地提取出核心的内容，只保留真正重要的部分。接着把内容转换成 Markdown 或 JSON 这些 AI 容易理解的格式。最重要的是，它会保留内容的结构，像是标题、段落、连结之间的层次关系，让 AI 能够更好地了解整篇文章的脉络。Firecrawl 可以做到什么呢？第一，单页抓取，你给它一个网址，不管网站怎么写的，它都可以快速截取内容，不用你自己分析 HTML 的结构。第二，深度爬虫，它可以自动跟随网页里的连接，抓取整个网站，不用你一页一页手动处理。第三，批次处理，如果你有很多网址，全部丢给他就对了，一次搞定。第四，动态网页资源，
那些用 JavaScript 动态载入的内容，Firecrawl 都可以处理，你不用再去搞什么模拟器的软体。第五，结构化输出，它直接帮你把内容转成 Markdown、JSON 或 HTML 格式干净整齐，可以直接拿来用。有了 Firecrawl，那些痛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工程师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了。什么是 NCP Firecrawl？以前啊，就算有了爬虫工具，你还是要自己写程式去呼叫它，处理资料，等待检查结果，超级麻烦的。如果你不会写程式，那就更惨了。你只能拜托通常脸很臭的工程师来帮你写，一来一往可能就要等好几天。但现在有了 NCP Firecrawl，一切都变得简单了。NCP 就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的缩写，简单来说，就是让 AI 可以直接使用外部工具的一种协定。当 Firecrawl 整合进 NCP 之后，你的 AI 助手就可以直接呼叫 Firecrawl 了。你不需要自己写程式，也不需要懂技术，只需要跟 AI 说一声“帮我抓这个网站的内容”， AI 就会自动帮你完成。那 NCP Firecrawl 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第一，新闻摘要，你可以让 AI 自动抓取最新新闻，并整理成摘要给你看，省去每天刷新闻网站的时间。第二，资料研究，你如果要写论文、做报告，AI 可以帮你快速收集相关资料，不用一篇一篇找。第三，竞品分析，你可以监控竞争的对手的网站，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新功能、新文章，随时掌握市场的动态。第四，资料库建立，你可以把整个网站或多个网站的内容转换成结构化的文件资料库，方便日后的查询。第五，AI 助手增强，重要的是你的 AI 助手不再只能回答他记忆中的旧资料，而是可以及时查询网络上最新的资料，变得更聪明、更实用。那 Firecrawl 为什么这么强大呢？第一，高效能，它采用分散式的架构，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网站，速度超级快，不用慢慢的等。第二，准确度高，它使用 AI 来辨识内容，可以精准地分辨哪一个是主文，哪一些是广告，不会抓错东西。第三，反爬虫处理，很多网站会设定反爬虫机制，但 Firecrawl 可以智慧地绕过这一些限制，让你顺利取得资料。第四，支援现代网页，不管是传统的网页，还是现在流行的单页应用，或者是用 JavaScript 动态载入的内容，Firecrawl 都可以处理。第五，云端服务，你不用自己架设伺服器，也不用担心维护的问题，直接可以使用云端服务就可以，超级方便。有了 NCP Firecrawl，以前那些痛苦的爬虫人生真的成为历史了。前面听起来很棒，对吧？那么要怎么开始使用呢？其实步骤很简单，比以前写爬虫程式简单多了。第一步，先到 Firecrawl 的网站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取得你的 API key。这个 API key 就是你的通行证，让你可以使用 Firecrawl 的服务。第二，
在你使用的 AI 工具中安装 NCP Firecrawl Server。不同的工具安装方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通常都是加入一个设定档就可以了，不会太难的。第三步，把刚刚取得的 API key 填入到设定档中，这样 AI 就知道要用你的账号去呼叫 Firecrawl 了。第四步，重新启动你的 AI 工具，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哦。使用的时候超级简单，你只要直接跟 AI 说话就好了。帮我抓取这个网站的内容，整理这篇文章的重点，爬取这个网站所有的文章。我们等等会直接示范一次哦。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请帮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有最新的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我会持续带领大家探索更多 AI 的内容哦。接下来继续下去了哦。我们现在要来申请 API Key，我们先连到 Firecrawl 的网站。然后我们这边右上角我们点 Sign Up 这个按钮，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注册，然后使用 GitHub 的方式登录，或者是你可以用 Google 的账号登录。我们选择 Google 账号登录，接下来会有一些问答，第一个就直接按继续，第二个可以直接按跳过，或者是你想回答也可以。第三个，我们要把隐私条款跟服务的条款也要看一下，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拉到最下面，然后这样子我们这边这个选项才能够选取，然后我们按下一步，这边就是范例，然后我们按下一步。第五个是你这边要输入你自己的团队的名称。这边要按 Save 的按钮，然后你的团队还有其他成员的话，也可以直接输入 email 来邀请，然后按下一步，然后这边就是选择方案，我们就直接先选择那个 Free 的方案。我们这边进入之后，我们可以马上就看到这边就是我们 API Key，我们直接按复制这个按钮就好了。这边是我们要设定的 NCP 的设定档的资料，一样把这一串接到 NCP Service 这一个下面就好了。我们的 API Key 这样子就是申请完成了。我们现在要开始设定到你的 AI 工具里面，我们这边用 NT-Gravity 来做范例，我们已经进来 NT-Gravity 了，我们把 Agent 的界面来打开，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会有3个逗点的按钮，我们打开，我们选取 NCP Service。我们这边右上角也有 Manage NCP Service，我们点这个，我们这边就有看到 View Low Config，我们点这个，然后我们看到设定档这里有一个 NCP Service 这一个区块，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区块的资料复制到这个底下就好了。然后我们按这个 API Key 的复制，把 API Key 贴到这一个 API Key 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存档就 OK 了。我们现在回到 Manage Service 这一个画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刚刚设进去的 Firecrawl 的资料，我们按 Refresh，我们重新整理一下。有时候重开可能会比较快。我们这边已经有看到 Firecrawl 的 NCP 已经出现了，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开始使用在 AI 工具里面来使用 Firecrawl 的 NCP 的功能了。我们现在要来示范使用 NT-Gravity 来透过 AI 去 Firecrawl 来抓取资料。
然后我这边有提供一些的提示词的，我会存在这一个专案里面，然后我请他去爬一些科技的新闻，然后我们就按贴上，我们按送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有使用 NCP 的 tools，就是去 Firecrawl 的 server 去请求资料。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已经完成我们刚刚的提示词的任务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做了什么。科技新闻的分析的报告。我们现在透过 AI 来抓取 Firecrawl 的资料，并且分析的范例已经到这边结束了哦。这边非常重要，虽然 Firecrawl 非常的方便，但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要遵守法律，不要以为有了工具就可以乱来。该尊重的规则还是要尊重。每个网站都有使用的条款，每一个网站明确禁止爬取资料，那你就不能去爬。另外也要尊重 rootboots.txt 这个档案，这个网站告诉爬虫哪些页面可以抓，哪些页面不能抓的规则。第二，保护隐私，千万不要去爬取个人的隐私资料，比如别人的 email、电话、地址这一些，这不只是道德的问题，还可能触犯法律。被告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第三，费用考量，Firecrawl 的 API 不是免费的，有使用的额度。第四，注意不要在短时间内发送太多请求，这样可能会被网站封锁 IP。第五，资料验证，虽然 Firecrawl 的准确度很高，但爬取的内容还是需要人工确认一下。总之，工具再强大，使用的人也要有责任感，合法合理地使用 Firecrawl，才能真正享受它带来的便利，不要让自己惹上麻烦。到这边，我们已经了解 Firecrawl 相关的内容，也知道该注意的事项，并在 AI 装上了 Firecrawl 的功能了。Firecrawl 的功能帮助我们做许多的正常的事情了。如果你在实作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或是对有什么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亲自为你解答。屏幕旁边是我为你推荐的其他的教学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进收看。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哦，拜拜。